印度隐形驱逐舰入役，土耳其向库尔德武装开火，美国2.5亿美元武器包支援乌克兰，俄罗斯经济出现问题，前线出现大规模投降，乌克兰炸毁俄军电子战系统，事情不少，咱们一个一个来看。据印度一周报道，因帕尔号驱逐舰于本月26日在孟买正式加入印度海军，军舰的龙骨是在2017年5月19日铺设的，2019年4月20日下水，并在今年10月20日交付印度海军，是由印度海军的设计局自主设计，由孟买的当地企业马扎港造船厂建造完成。这艘驱逐舰排水量为7400吨，总长164米，采用全燃联合动力推进系统，能够达到超过30节的速度，约合每小时56公里，配备了监视雷达，并可以使用本土研发的火箭发射器、鱼雷发射器和反潜直升机，具有反潜能力。同时，它还能在核、生化和化学战争条件下作战。不过，这方面的特征，印度军方并没有透露过多细节，是4艘维萨卡帕特南级驱逐舰中的第3艘，也是第1艘以印度东北城市命名的军舰。官员表示，以曼尼普尔邦首府来命名这艘驱逐舰，凸显了东北地区在国家安全和繁荣中的重要性。因帕尔号驱逐舰是印度首艘在入役前就成功进行导弹试射的军舰。据报道，这艘驱逐舰的建造时间以及试航时间是印度本土驱逐舰中最短的，可以说属于印度人的骄傲。据德新社12月27日报道，土耳其国防部称，该国军队发动了空袭，打击了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的71个库尔德目标，这是对周末发生冲突做出的回应。报道说，土耳其国防部长亚沙尔居莱尔在国防部官网上表示，总共有59名库尔德分子在空袭和冲突中被消灭。报道还说，土耳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边境地区展开了军事行动。22日和23日，土军和伊拉克北部同库尔德武装人员发生的冲突，造成至少12名土耳其士兵阵亡。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行动力度在过去36小时里得到了加强，他誓言要为我们的烈士复仇。土耳其认为库尔德武装人员是国家安全的威胁，安卡拉控制着叙利亚北部地区和伊拉克北部有土军的军事基地，目的是将库尔德武装人员从边境驱离。不知道此地的冲突会不会扩大，大兵会持续关注此事的后续。12月27日，美国国防部宣布提供额外的安全援助，以满足乌克兰的关键安全和国防需求。这一公告是拜登政府自2021年8月以来，从国防部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的第54批装备。该计划包括额外的防空能力、火炮弹药、反坦克武器和其他装备，用以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战争。这次的一揽子计划价值高达2.5亿美元，其中包括地对空导弹系统的附加弹药、毒刺防空导弹、防空系统部件、高机动火炮火箭系统的附加弹药、155毫米和105毫米炮弹射管、光跟踪线导导弹、标枪和 AT-4 反装甲系统，超过1500万发小武器弹药备件、医疗设备、维修及其他辅助设备。美国国防部认为，这些能力将支持乌克兰最紧迫的需求，使乌军能够捍卫其主权和独立。美国的领导作用对于维持联盟至关重要。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是对美国家安全的明智投资，它阻止世界其他地方的潜在侵略，同时加强我们的国防工业基础，并为美国人民创造高技能就业机会。在2024年，美国将会继续对乌克兰的支持，帮助乌克兰防御俄罗斯持续的攻击，巩固和扩大其战场的成果。前一段时间，国会没有通过白宫提出的600亿援欧计划，仅仅通过了2亿的计划。最近，拜登政府又提出了一项价值1100亿美元的新援助计划，以满足乌克兰、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安全需求，其中包括用于乌克兰的614亿美元，其中约一半用于补充五角大楼的库存。
方案还包括为以色列打击哈马斯提供约140亿美元，为美国边境安全提供140亿美元，其他资金将用于满足印太地区的安全需求。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稍早时表示，2023年乌克兰国内的装备和武器产量将比前一年增加2倍。在美国等主要伙伴提供军援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乌克兰正寻求提高本国的武器生产能力。泽连斯基在与乌克兰国防工业工人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乌克兰国内的弹药生产也有了极其显著的增长，尤其是火炮弹药。他认为无人机弹药的生产正在系统的扩大。2024年将特别关注炸药和火药的生产，因为这些产品在世界上供不应求。乌克兰国防部门将进一步融入国际防务体系。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不良影响。虽然克里姆林宫的官方一再强调俄罗斯经济表现良好，但官方数据却有些出入。生意人报的报道显示，到今年年底，俄罗斯男装的零售额仅增长了 4.7%，7550亿卢布，约合83亿美元。考虑到通胀，哪怕是官方数据的 7%， 也意味着俄罗斯男装的零售额实际上缩减了，尤其是低端价格和部分中端价格的男装，这被认为与大量适龄男性青年上战场有关。很多俄罗斯男装销售商如果不想关门，就得想办法了，比如出售女装或者转型。战争中的乌克兰面临的经济问题更加严重。乌克兰可不像俄罗斯那样，终究有石油、天然气以及各种原材料可以卖。不过乌克兰的外援很多。乌克兰财政部发布的报告显示，世界银行最近向乌克兰支付了第6笔追加资金，其中 10.86 亿美元由日本提供担保， 1.9 亿美元由挪威提供担保， 5000万美元由美国提供担保， 2000万美元由瑞士提供担保。这笔钱将被用于部分补偿乌克兰国家预算中与安全和国防领域无关的支出，也就是说，这些钱与战争无关，特别是养老金支付和公务员薪金的支付。乌克兰财政部长谢尔盖·马尔钦科强调，国际财政援助对支持乌克兰的金融和经济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可以确保战争期间的社会支出。虽然因为国会的内部问题，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推迟了，但不是不给。匈牙利也无法阻止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再加上日本等其他国家的援助，保守估计，乌克兰在2024年获得的国际援助少说也有1500亿美元。再加上不断复苏的经济，其实很多人不相信战争中的乌克兰经济是正增长吧。虽然乌克兰在2024年依然有很严重的财政压力，但还没有达到崩溃的边缘。很少看到乌克兰人在抱怨生活品质下降。乌克兰人很清楚，如果俄罗斯占领了他们的家园，他们的处境有多糟糕。所以最近会有乌克兰人要求政府停止修复公园，把钱省下来用于买武器的主要原因。虽然有民众的支持，有西方国家给予的资金援助，但是2年的本土作战让乌克兰国内的经济状况很不好。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塔夫里亚作战集团发言人亚历山大·施图凡上校在联合新闻电视报道中宣称，由于受到来自军方指挥部的不公待遇，整批的俄军开始在前线向乌克兰投降。此外，施图凡上校还提到，越来越多的俄军士兵拒绝参与进攻，特别是在俄军第1集团军的部队里，很多人故意破坏进攻或假装进攻，甚至会利用进攻的机会向乌克兰军队投降。现在已经有很多消息显示，前线俄军面临种种问题，这些问题超出了外界想象，主要是上级军官对前线士兵待遇的漠视，包括缺乏食物、保暖、服装和医疗保障等。老兵们伤亡多，新的动员兵又不愿上战场。即便是这些志愿者，也在上战场的第一时间发现，战场上的事情跟自己想的不一样。绍伊古成为被喷的主要目标，瓦格纳雇佣兵前首领普里戈金成为他们的支持目标。其实主要问题在于，俄军的士兵很难得到承诺的薪水和抚恤金。被俘的尼布尔吉俄军称，在几个月里总共收到了4000卢布的薪水，约合44美元。俄军士兵奥列格·雷布金于今年6月在扎波罗热波基涅地区受伤后，从战场退下并接受了手术，在圣彼得堡医院，医生将他定为暂时不适合动员的 G 级。
雷布金回到了伏尔加格勒的家中养伤，医生建议置换膝关节，可雷布金没钱。这位风暴 Z 成员的300万卢布伤残津贴并没有按时到账。前线严重的人员损失，拖延支付薪水，造成越来越多前线俄军及家属不满。近日，乌军总司令扎鲁日内在《经济学人》的文章中提到了乌军在电子战方面的缺陷，希望西方国家能够提供更多的电子战武器，并打击俄军的电子战装备。相比轰炸、炮击和导弹袭击，电子战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现代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俄乌战争全面爆发前就已开始。某种意义上来说，乌军得感谢俄军在战争爆发前8年给的教训。在顿巴斯战争中，俄军依托大量新型电子战装备，成功压制了只有苏式电子战装备的乌军，给乌军造成大量损失，从而也迫使乌军在电子战方面投入大量精力，并在这方面获得了来自西方国家的帮助。福布斯杂志报道，乌军11月初在南部战线上对俄军电子战装备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打击行动。乌军战略部队司令塔尔纳夫斯基证实了该报道，并宣称俄军的 POW-21 电子战系统已被摧毁。POW-21 被认为是俄军目前最有效的电子战装备之一，于2016年服役，用来保护战略设施免遭制导弹药和无人机袭击，具备干扰 GPS 信号的能力，包括莫斯科和前线等多个地区都部署了这种电子战系统。俄罗斯方面称 POW-21 的作用半径为60公里，但乌军则宣称其实际作用距离仅为25公里多一点。专门用来干扰 GPS 信号的 POW-21 电子战系统，击毁它的并不是乌军发射的 AGM-88，而是乌军战斗机投掷的美制 JDAM，一种经典便宜的卫星制导炸弹。分析人士推测，乌军在投掷 JDAM 炸弹时，俄军这套 POW-21 电子战系统很可能处于关机状态，因为 POW-21 电子战系统的干扰能力太强了，一旦开机，其作用距离内的几乎所有无线电设备都会受到影响，而这种电子战系统一般又部署在重要设施附近，这就意味着 POW-21 电子战系统一旦开机工作，受影响最大的是俄军，而不是乌军。尤其是配备了大量无线电设备的俄军指挥所，这迫使俄军只有在其认为必要的时候才会打开 POW-21 电子战系统，否则会遭到周围的俄军各部一致问候。按照爱沙尼亚国防部在2017年的一份报告，莫斯科正在加紧努力更新和现代化电子战库存，这些变化将在俄乌冲突中显得尤为突出。俄军在电子战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资金，试图借此削弱北约军队在无人机制导弹药和指挥控制等方面的优势。西方军事研究机构诸如战争研究所敏锐地意识到俄军对电子战的重视，例如在10月初俄军发起阿夫迪夫卡攻势时，就是从大规模电子干扰开始的。但实战表明，俄军在与乌军交手时，其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的电子战并未给俄军带来明显优势，甚至很多时候由于士兵熟练度问题，给自己人带来了劣势。公开统计显示，自全面战争爆发后，俄军已经损失了约50套电子战设备，这些电子战设备价格不菲，很可能每套单价都能达到数千万美元，甚至更高。这还没提到那些昂贵的雷达系统。事实表明，在近2年的战争中，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大幅下降了，损失了大量常规军事装备，尤其是这些价格昂贵的电子战系统，反而促使北约成员国纷纷增加军事开支，并向北约东翼大量增兵，对俄罗斯形成了包围之势。当然，克林姆林宫很清楚，没有任何国家或军事联盟会入侵一个核大国，但在乌克兰战场的表现不仅让俄军战力受到重创，更重要的是还是暴露了俄罗斯的真实军事实力。他们不能依靠军事实力威慑势力范围内的他国，还成功让自己的主要战略对手再次大量增加军备。不得不说，这并不是一步好棋。好了，今天的战报就到这儿了，我是大兵，我们明日战报再见。